一口气看完中国近代实业第一人的迷茫、成就与失败，带你读懂背后蕴含的张謇精神。本期视频让我们一口气看完张謇的一生。张謇，江苏南通人，靠一己之力兴盛一座城的伟大英雄。1853年7月1日，张謇在江苏南通海门厅长乐镇出生。他父祖以上数代都是薄田里谋生的农民。张謇的父亲张鹏年是这个家族突出的异类。他虽然是个地道的农民，却自幼喜欢读书。因为生活所迫，他不能放下田里繁重的农活，专心读书，只能在劳作之余抽出时间，偷偷跑到私塾旁听。张謇的祖父张朝彦是个分外老实的农民，在他看来，儿子的这种行为是为了偷懒溜号。家里都这么穷了，你还不好好种地，以后靠喝西北风生活吗？张鹏年一腔求学热情被父亲打击得体无完肤，但对读书的渴望让他第一次萌生了反抗的心理。父子僵持不下，所幸私塾的丁先生是个爱惜人才的好老师，他主动上门走通了张朝彦的思想工作，承诺免费教张鹏年读书。就这样，张家才勉强出了半个知识分子。艰难的求学经历让张鹏年对科举入仕产生了极大的期望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一辈子也只能勉强混个温饱。再这样继续干下去，张家的出路在哪呢？在读书这条路上，难以再有建树的张鹏年将科举的希望寄托在了孩子身上。他一生有5个儿子，但只有4子。张謇在学习上有点天赋。4岁时，张謇在父亲的培养下已经学起了千字文。10岁时，他已经读完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这些启蒙书籍。幼年的张謇也经常跟着父亲哥哥们下地干活，扛着锄头在烈日的暴晒下割草。这些经历让他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。张謇的性格中也始终蕴含着一种务实精神。现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。当一些没怎么上学却获得巨大成功的网红，撞见苦读多年却在生活中屡屡碰壁的大学生，致使社会上衍生出很多读书无用论的话题。很多亲戚朋友总会说，你看人隔壁小王初中没毕业就出去创业当了老板，你勤勤恳恳读了10几年书，最后月薪2、3千，读书有什么用啊？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不免被这种言论影响。但其实您沉下心来想一想，读书真的只是为了当工作中的敲门砖吗？世界上没有白走的路，也没有白读的书。回望人的漫漫一生，会发现读书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塑造是功不可没的。读书让我们看到了己身之外的世界，让我们知道未来的路是有多种选择的。读书并不能决定你的上限，它只能提升你的下限。在你人生的机遇还没来的时候，最起码它让你看到了那条路。张鹏年也看到了这条路，他将自己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毕生期望都寄托在了张謇身上。12岁时，张鹏年自己在家开了个私塾，请了当地的一位老教师宋孝启来教张謇学习。没几年，宋孝启病故，张謇又跟着他的儿子继续读书。有一天，张謇的先生给他留了个家庭作业，人骑白马门前去。张謇一听，当即回答：我踏金鳌海上来，对仗工整，气势不凡。他爹一听，顿时觉得这孩子真是大有出息，更是时时鞭策他好好读书，争取通过科举入仕来振兴家族，改变家庭命运。1868年，15岁的张謇第一次踏上了科举路。因为张謇家族祖上3代都没人获得过功名，是科举冷级，要想科考那得多交一大笔报名费。为了让他参加考试，张鹏年托关系找到了同族的张居，让张謇冒充张居的孙子张育才去参加了科考。张謇的科考之路并不顺利，他的第一次考试成绩并不理想，这使得对他寄予厚望的老师十分失望。如果有1000人应试录取999人，你必定是那唯一不中之人。张謇深受刺激，他写下了999几个字挂在房中，时时鞭策自己。经过县、州、院3试，张謇成功考入了如皋县学，却没想到另有一波浪潮正汹涌袭来。张居出尔反尔，拿冒名顶替这个事来要挟张家，不断勒索钱财，甚至还向县学状告了张謇冒名顶替一事。张家因为不断的交钱破灾，变得负债累累，而张坚本人也被县学羁押了3个月之久。
他欲向当地知县求救，却没想到知县也被买通。为了不再继续被关押，他只能深夜冒雨逃出了如皋城。这场风波对于张謇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。不过，霍希福之所以也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认识了通州知州孙云锦。1873年，在孙云锦的帮助下，张謇洗刷了罪名，恢复了通州原籍。在孙云锦的邀请下，家境贫寒的张謇到孙家做起了幕僚，就此开启了他的游牧生涯。孙云锦一边劝张謇继续备考，一边带他结交各类社会名士。淮军名将吴长庆也是在这段时间与张謇结识。1876年，张謇在吴长庆的邀请下，到吴府做起了幕僚，参与庆军机要，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淮军生涯。在吴府，张謇结识了一位对中华民族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人——窃国大盗袁世凯。袁世凯是吴长庆结拜兄弟的4子，在4父死后，孤身一人投奔吴府。吴长庆待他如亲生子，一入府便为他聘请了2位老师，其中一位便是张謇。袁世凯圆滑世故，善于伪装，在淮军军营如鱼得水，用精明、强干、果决的人设，很快就博得了张謇的好感。2人在往来的信件中都以师徒相称。张謇尽职尽责地指导着袁世凯，还在吴长庆的面前屡次举荐美言。袁世凯1882年，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，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，平定叛乱。张謇为吴长庆起草了《调陈朝鲜事宜书》《壬午事略》《善后6策》等文。他主张强硬策略，面对朝鲜问题提出了6大建议。张謇的对策虽然因为政见不同，并没有被李鸿章采纳，但他的这些文章在北京官场名声大噪，受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、两广总督张之洞、帝师翁同龢这些大佬的赏识。1884年，法国的军舰直抵京津，吴长庆带着庆军3个营回到了旅顺，张謇也在随行队伍之中，而袁世凯则留在了朝鲜。袁氏的崛起从此起步。俄国正在对伊犁虎视眈眈，法国也盯上了清王朝的藩属国安南，日本通过武力干涉朝鲜内政，暗中窥视着中国东北乱世的洪流正大势席卷而来。破旧不堪的大清帝国如同一艘四处漏水的巨轮，船上的人兵荒马乱，各自寻找着新的出路。吴长庆临走前将庆军核心权力交予了袁世凯，袁世凯趁机在庆军中大肆弄权，不顾吴长庆的知遇之越级密奏。他的死对头李鸿章在写给张謇的信件中，称呼也一变再变。最开始在信中，袁世凯恭恭敬敬地尊称张謇为夫子大人，但随着职位的不断提升，他的傲慢也越来越懒得遮掩，由陌生疏离的张先生变为了直呼其名的平辈色安。后来袁世凯治重病的恩人吴长庆之不顾，转投李鸿章门下，他的这一背叛行为成为了压死吴长庆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吴长庆抱憾而终，张坚十分失望，他提笔在给袁世凯的断交信里怒斥了袁世凯的11条罪状，将袁世凯热衷弄权、急功近利、投机钻营、目无恩师、狼子野心的人品全部曝光。这对师徒就此走上了2条截然相反的道路。1884年，光绪10年，吴长庆病故，张謇料理完吴长庆丧事之后，谢绝了李鸿章和张之洞的邀约，毅然回到了家乡，开始专心备考乡试。长达10年的淮军生涯让张謇感慨颇多，外界虎视眈眈，内部针锋相对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拼命榨取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滴血。他尚未立于官场之中，却早已感觉到了池水之下的暗流涌动。手握重权的李鸿章和张之洞的入仕邀请，对于张謇来说，其实是一条能改变命运的康庄大道。但此时的张謇或许早已对科举入仕产生了动摇，他一边专心备考，一边开始探寻新的出路。1885年，张謇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，录取为第2名。但之后从1885年到1894年这10年里，他一次次的参加会试，一次次名落孙山。1894年，慈禧太后60大寿，特设恩科会试，张謇奉父命第5次进京参加会试。这次他被取中第60名贡士，吊车尾爬上了会试榜。4月殿试，他被选中意甲第1名状元，赐6品朝官。
受翰林院修撰一职。就这样，这个籍籍无名的农家子弟摇身一变，成为了全天下艳羡的状元郎。中国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创至光绪31年为止，前后经历1200余年，有据可考的共有592位状元，这是载入史册的殊荣。但此刻张謇的心里却没有那么激动，他十分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儿。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：“欺门海鸟，本无钟鼓之心，福利原居，9卷风尘之想。”从15岁开考到42岁被钦点为状元，数十年的科场生涯耗费了他无数心血。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逐渐趋于平淡，一次次的科考，与其说是为了入仕，不如说是为了完成父亲一直以来的执念。张謇出身乡野，时代的动荡他看在眼里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官场，迫切希望通过努力来改变目前的局面。因为政见相近，张謇迅速地加入了清流党，拜入帝师翁同龢门下，成为了翁门六子里的决策人物。翁门是光绪帝的坚定拥护者，是铁打的主战派。他们认为，既然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，那么相应的要想救国，只能改变。他们与主张求和的李鸿章一党各自为营，为了争取最大的权力，时常发生冲突。正当主战派主和派两党的斗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时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。这年7月，日本舰队的炮弹轰向了黄海的海面，甲午中日战争爆发。而此时，紫禁城内正如火如荼地为慈禧太后2个月后的60大寿做着准备。这个帝国的实际掌权者决心要办一个让世界瞩目的盛会。他的这次生日庆典花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，有据可查的白银支出就有600-700万两，再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，算下来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。此时的国库早已空空如也，他的这场宴会对于民穷国弱的国家又是一次巨大打击。日本入侵的消息传到了紫禁城，清军仓皇应战，常年没有武装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。最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清政府迎来了惨败的结局。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压力下，清政府在1895年4月17日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，巨额的赔偿款让国库早已空虚的清政府又蒙上了一层阴影。这场战役对全国人心里的震动是远超2次鸦片战争的。日本这个一向失势中国的东瀛小国，竟然将清王朝这个擎天大柱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全天下的有识之士都发出了共同的思考：这个偌大的帝国到底哪出了问题？要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，到底该从哪下手？张謇在日记上一条一条记下了合约10款的内容。亡国之马关条约，朝廷能忍，无4万万同胞不能忍。他十分悲愤于朝廷的妥协，但作为一介书生，他能做些什么呢？此刻他清晰地认识到了，通过入仕救国是行不通的。身处于权力中心的光绪和慈禧各自为政，两人的矛盾早已不可调和。要想救国，必须寻求新的道路。而就在此时，家乡传来了一封电报，父亲张鹏年去世了。张謇快速赶回到了家中，却还是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。或许对于张鹏年来说，能带着儿子状元及第的荣耀，张家就此改头换面的期盼离去，也不失为得到了一种人生的圆满。总之，张謇这条漫长的科举路，随着父亲的去世也随之结束。中国之大患，不在外侮之分成，而在自强之无时。他想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坚实的自强之路。经过反复考量，预想了一个新的方向：实业救国。张謇的家乡南通是棉纺织业大省，盛产棉花，而且棉纺织业对民生来说也是百弊，天时地利人和。于是他决定实业的第一步就从南通开始。他向朋友借了2000两创业启动资金，亲自拟定了厂约，取用《周易》天地之大德约生，为纱厂取名为大生。张謇办厂的消息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轩然大波。所谓士农工商，殿试斋柜，是古往今来所有文人士子都向往的最大荣耀，而商人那是最底层的贱籍。状元下海办厂，这可是古往今来头一遭，哪有人丢了金子捡烂泥的？这个行为带来的震撼效应难以形容，越来越多的人目光开始集中到了所谓的实业救国之上。张謇以官招商办的形式，把现代工业引入了南通。他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，分6000股，
每股100两，预计每股每年获利22两。就算是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，大多数人还是持观望态度。大生纱厂足足用了5年的时间才凑够资金，勉强开车纺纱。幸运的是，纱厂恰好赶上了纱价上涨，在第1年就实现了盈利，此后利润更是节节攀升。第2年纯利5万两白银，第3年10万两，到了民国初年，累计纯利已经达到了370多万两。张謇的商业版图也逐渐形成了规模，从通海、垦牧、油厂、面粉厂、铁冶厂、染织、水利、轮船等方面，他以大生纱厂为核心，创立了近20家企业，打造了一条原料、制造、调和、运输、推销全面覆盖的产业链条。这种大工业制造的理念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。到了20世纪20年代，张謇的大生集团已经包括69家各类企业，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。张謇也成为了影响中国政局的商业巨擘，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做出了历史性贡献。他被称为东南实业领袖。实业的成功为张謇的思想建设积累了充足的资金，他将全部的资金投入到了南通的建设中去。他认为，建设新国家需要新人，只有赋予每个人知识、思想和品质，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民，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。他在南通创办了中国第1所师范学校——通州师范。这个学校教授的不再是科举必备的古代典籍，而是历史、地理、算术、文法、理化、测绘、体操管理法等实用课程。他在南通建立起了中国第1所民间博物院、第1所气象台、第1所纺织学校、刺绣学校、第1所戏剧学校、第1所特殊学校。咱们现在熟知的南通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东华大学，这些名校的前身均是张謇所创办的。他以一己之力将南通这个弹丸小城改造成了近代中国的一个奇迹，将南通带到了世界新城样板的高度。南通也由此被称为中国近代第1城。在张謇的带领下，当时社会出现了一批特殊低士商阶级，这批民间实业家开始大展身手。1913年到1919年这段时间，中国实业发展迎来了短暂的春天，万物生长，万象更新，人人都期待着焕然一新的新中国。1916年，袁世凯被迫下台，宣布撤销帝制，恢复民国。但成立不过数年的中华民国并没有能力拖住这滩浑然大物，各地军阀四起，中国再次进入了毫无秩序的混乱时期。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，外国资本主义迅速入侵，控制了中国市场。中国繁华的实业成为了一场昙花一现的大梦。覆巢之下无完卵，也老泪洒江风前。张謇全力周旋于各地军阀之中，他全力调解，呼吁着和平，但以一人之力能改变一个国家吗？答案毋庸置疑。1922年，北京、上海报纸举办民意测验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。但没多久，他的实业发展也从辉煌的顶峰猛然跌入黑暗的谷底。外国资本对中国市场的入侵，让张謇的企业发展变得举步维艰。他苦苦坚持，四处奔波，到无济于事。到1925年，大生资本集团由于资不抵债，只好提出清资偿债，全部被江浙财团接办。就这样，张謇3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，最终只能成为世人眼里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。俭不幸而生金之时代，张謇在日记里写下了这句话：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，和他同时代的实业家几乎都走向了同样的结局。1926年8月24日，张謇在南通病逝，享年73岁。在他去世前不久，年事已高的张謇依然坐着敞篷牛车出去视察宝滩工程。他还在期盼太平在何时，今年待明年，但积贫已久的中国仍没让他看到新的火种。张謇的死讯传出以后，总统、内阁总理蔡元培、梁启超、黄炎培等2000余人到其宅哀悼。南通的各工厂、商店都停业半日，学校停课3天，全城下半旗3日。11月1日，南通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出殡仪式，数以万计的来宾和本土乡亲送别张謇，他们沿途而立，都在哀悼一位用一生来救国救民的英雄的逝去。
张謇一位伟大的失败的英雄，天之生人也，与草木无异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，与草木同生，即不与草木同腐。这是张謇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他用30多年的时间在黑暗中探索，在寻找一个答案，出路到底在哪里？他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一片产业，改变了一座城市，造福了一地百姓，但他并没有成功。张謇是那段黑暗时期里一代人的映射，他们挺身而出，将救国的责任担在了自己肩上。他们会用文字呐喊，如王国维、李叔同、鲁迅；他们会用科技学术四处奔走，如张謇、孙中山、梁启超。一代人未完成的使命，另有一代人继续，而新的道路必然会在一代代的传承中开辟出来。作为状元实业家，他低调务实，用实业报国，更用实干趟出一条特色的救国之路。一生创办20多个企业，370多所学校，创下23个中国第一。虽然最后遭遇了破产，但是他留下的张謇精神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和学习。读到张謇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评论区里聊聊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历史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